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你同意幸福到万家的大火是赵丽颖吗？新成功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获得了普遍好评，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论。令人惊讶的是，一部具有乡村背景的戏剧可以发挥多大的影响力？很多观众都觉得这是因为主角赵丽颖。我觉得有必要指出，电影制作人非常关注选角过程，可见赵丽颖、刘伟、唐岑、罗晋等所有演员的影响力都很大。当你这样做时，你会认出他们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由于出色的表现力，演员和角色变得难以区分。尤其是女一号赵丽颖，这些年她在娱乐圈的地位大家都清楚了。这样的地位完全是她努力的结果。她主演的电视剧很有可能会受到好评，但赵丽颖这个角色，要么是现代偶像剧中的耀眼夺目，要么是古装木偶洋溢着仙气，甚至古装剧都精巧霸道。可以说，小说《幸福万家》中的何幸福这样的乡下女人，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尽管如此，她还是在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赵丽颖本人出生在河北农村，在出道之初，她的身份经常被嘲笑，尽管她并没有这种感觉，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颜值、演技、影响力之外，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谦卑到底是什么状态？此外，她在节目中详细谈到了她长大的环境，她将在农场做大量的工作。她是一位真诚而朴实的年轻女士。据一些观众说，他们开始看这部剧的原因是因为赵丽颖。一般观众不喜欢这种乡村剧，但由于她的表演，她看起来不可思议，甚至有一种偶像剧的感觉。但实际上，她是一个从农村搬到城市的女演员。她与剧中的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有助于他们给人以非常真实和个人的印象。除了审美方面，她还欣赏该剧的情节，这是促成其发展的一个因素。难道幸福到万家的成功不是赵丽颖一个人负责吗？她原本是为了让更多人关注节目而加大宣传力度，但看完之后，剧中的其他角色和剧情都传递了更多讨人喜欢的内容。当然不是，她最初确实是为了让更多人关注节目而扩大宣传。除了饰演女主的赵丽颖，饰演万秘书的刘伟也是一位老派演员。此外，饰演男主的唐僧和饰演男二的罗晋都曾在之前的剧集中出演过大男主。这个节目中展示的角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并且非常有趣。就连万川家、曹征、幸运、张可盈等配角也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在剧中的表现，既爱又恨。这部剧既爱又恨。幸福到万家情节的曲折揭示了许多社会现实问题和人性的考验，包括工作关系、家庭关系、城乡人的心理差距、发展路径等。这是在节目中所有演员的在线表演之外的。不同的是，这一刻值得观众深思和感动，也是该剧在播出的同时能否保住收视率的关键。好的表演不仅取决于导演和演员的明确理解，还取决于演员本身的共同努力。每个人都是必要的，并以赞美他人的方式做出贡献。因此，我们要感谢《幸福到万家》的制片人和剧组带给我们的一份恩情。多么永恒的作品！罗晋表示，幸福完结后再也不会和赵丽颖同台，这让赵丽颖笑了，因为她的情商太高了。众所周知，昨晚播出的由赵丽颖、刘伟、罗晋、张可盈等主演的热播剧《幸福万家》收官，可谓是大获全胜。万川美在最近一期公开道歉，王秀玉在接受道歉时还给了她身份证，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而最近接任万家庄新任统治者的英雄人物何幸福，正在激励着大家继续战斗。可以说，剧中的每个角色都经历过失败、成功、失败，最终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无论正面或负面，都让他们感到自满。而赵丽颖在经历这种蜕变时是有效的。何幸福看似软弱，
但坚定而坚定。他诠释了他应该具备的精明、智慧和头脑，以及他不惧怕权力和接受死亡的大胆诠释。赵丽颖诠释了这一切。在婚姻中，她既可爱又矜持，也可以说和幸福是个有强烈被爱欲的小姐姐。可以说，赵丽颖赋予了人物更多立体感。节目结束后，罗晋坦诚地说，观众陪着幸福到万家讨论和幸福去城里打工，看着他帮老乡打官司。之后，他回到村子里开了一家客栈，结果他就砸了。追求幸福最终需要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之间取得健康的平衡，以及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前进。我们也要恭喜赵丽颖，因为她的作品非常出色，哈哈哈。过了一段时间，罗晋说，不过幸福到万家完结后，我再也不会和赵丽颖同台了。大家都在好奇这件事，坐在我旁边的赵丽颖也在八卦。罗晋轻描淡写的开玩笑说，每次和赵丽颖同台吃饭时，他们都会谈论这件事。说完，赵丽颖就要走回家接娃了，他赶紧算账，所以下次跟她同台，估计就这样了，哈哈哈。罗晋这话就是这么说的，高到赵丽颖的情商笑了。显然，这部剧中刻画的每一个角色都立足于现实，并且非常有道理。但是，亲爱的朋友，现实中怎么会有这么多完美呢？对于幸福万家的结局，你给几分？虽然不是那么完美，但是真的很接地气。赵丽颖狼狈的样子，不想带着85朵花幸福万家，让姐姐生气了。豆瓣是70年代，这个分数是出乎意料的。郑晓龙导演，赵东玲编剧，她拥有强大的演员，并且仍然是最热门的女性主题。爆炸预定，但是分数说质量很低，一度被认为是赵丽颖的突破性作品。从古代傀儡的女主到何幸福，在烟火和风中长大，何幸福有赵丽颖的影子。田野在薄薄的单板下隐藏着狂野的内心，尽管外表柔软，但她很固执和坚强。一个在大都市无事可做，但在可怕时期充满希望的乡下女人。幸福和赵丽颖16年从廊坊到花旦，如今的娱乐圈已经很难再找一个赵丽颖了。她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娱乐传奇。然而，这个神话有裂痕。网友们在幸福到万家中对她的反应，她是认真的，却不符合剧情。努力工作，但要注意。豆瓣，很少有人会反驳赵丽颖的努力，但结果却总是让人失望。在她面前矗立着一堵高耸的墙，但这不仅仅是天赋和能力。赵丽颖的战斗、撤退、成功、耻辱、升级、崩溃，她的情况很典型。这是花旦和女演员的世代样本。蛰伏7年，升起。廊坊中学毕业的赵丽颖，走的路比北电的杨幂、刘亦菲、北舞的刘诗诗还要艰难。她羡慕那些拥有洋娃娃并且小时候住在大城市的电视女孩。她的家人没有受到影响。她童年的回忆是和父母一起收割小麦、棉花和花生，这既不难也不无忧。赵丽颖上中学之前没有出过城，乡村是她的世界。高中毕业后，她分发小册子，当过服务员和推销员。她和其他工作的乡村女孩一样，19岁时，她辞去北京的征兵队伍，她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晋级、夺冠，为冯小刚拍过广告，出道。赵丽颖一夜之间改变了新轨。她面对的是7年的职业生涯，而不是预计的明星之路。女朋友、女儿、姐姐、女仆，她的简历最初是酱油字。在《新仙女公主》中饰演晴儿的时候，她才6岁。网络首次出现在《陆贞传奇》中，她成为了伟大的女主角，势不可挡。白玉兰提名，金鹰奖获得，热播剧年度收视。赵丽颖每年都会重生，她16年的崛起似乎是一场打脸的逆袭。曾经的稚嫩、
如今成熟而坚定。龙戏时期的惆怅将永远被铭记。过年独自一人时，剧组成员张瑞给他上了午餐，一想起他的温暖，他就哽咽了。或者他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在峡谷中等待一场夜间音乐会，而剧组中没有人关心，他一个人睡在岩石上，快乐迎往。这些是精彩电影背后的常规故事，还有农村偏见。他不明白为什么出身可能意味着优越。有人声称他宽阔的脸庞使他成为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女仆，甚至他的情商、口音或品味也会受到攻击。赵丽颖深知人际交往的温情，懂得高抬贵贱。她的崛起是一个草根传奇。爬山后尴尬。赵丽颖经过多年的努力，有一部杰作在她身边。她一直是老版的白花和蛇蝎美人。花千骨是仙侠的巅峰之作，就算没看过《楚乔传》，你也能想起他大喊“我要带你回家”的场景。盛明兰在女儿的闺房里努力工作，知不知道是另一部受欢迎的用餐时间剧。最近的作品展示了赵丽颖的表演理念和表达方式。作为女性，她表达了女性的处境和选择。她喜欢女主不注重小爱和男人，而是有自己的成长道路和英雄主义。女战士、女骑士，想工作的和幸福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她的真诚和努力。在知不知道中，她在冬天跳进了冰冷的水中。拍《楚乔传》时，她浑身受伤。不过，这也掩盖不了她刻板的表演天赋。当角色适合时，她不会突然。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太尴尬了。在《幸福到万家》中，很多人说赵丽颖长得不像个村民，面部和眉毛过度清洁和修剪。有匪刚开播的时候，每个影评都说赵丽颖累了、老了，短视和急躁破坏了产后复出。她选择的剧本显示了她的不适。做了几年老木偶女主，在正午的阳光下，知不知道得到了一些口碑，接了有飞。与郑晓龙合作完成《幸福到万家》后，他又回到了童话故事《凤凰与星》。这些反复的横向跳跃，就像是鬼撞墙一样，让赵丽颖轮回，推翻自己，然后再一次。变态没有尽头。星与凤也让他成为了制片人。他并不缺乏独创性。郑晓龙声称他不是一个只有皮肤的演员，即便是想要演好，一直在一线的女演员也必须面对耻辱和困难。古代木偶最好，木偶表演和拉倒。赵丽颖的不服，戏外的结果与她在戏中的英雄之路并不相符。她崇高的梦想只有在电视剧中才能实现。她仍然反复面对无力感。赵丽颖的姐姐不想谴责她，她知道自己比大多数人更认真、更努力，但这已经足够了。这部分是关于人才的。今天的女演员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一个赤手空拳努力工作的女人，也许可以改变她的阶级，但她面临着令人生畏的墙壁。一个假想的天花板将她们逼到了一定的高度，在那里她们只能旋转。赵丽颖姐姐想起了《尘封》里的海清。海清花了1年时间在甘肃农村记录小麦的种植过程。农妇曹桂英每天晒太阳，盯着太阳，直到视力恶化，皮肤粗糙，脸上出现黄斑。海清用她的时间和健康来制作曹桂英的骨头和肉，否则很难想象海清的另一面。否则，海清的余生可能会在一场家庭剧中度过，买房、撞胎、耗脑。3年前，她在 First 电影节上为演员代言。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被动的，市场和主题让我们远离，甚至孤立。双引号，认真的评论被群嘲。台上的女人们说，只表达海清的个人立场。双引号，这是海清不舒服的处境。我试过了，但时间不等人。她表现出勇气、时间和健康来争取另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失败的赌注。
如果你不赌博，你就会陷入困境。他耽搁了太久才改变方向。杨紫琼在拍完全宇宙后泪流满面。我等这个剧本很久了。双引号，这部电影向粉丝和他的家人展示了他的才华和潜力。热门女孩，大片中的空腹号。但是直到60岁，就算她在好莱坞取得了突破，也能演到60岁的立体女性角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角色来描绘女性的幽默、真诚和悲伤。女演员们也有同样的遗憾，即使是海清和杨紫琼这样的知名女演员，也会面临问题和尴尬。与赵丽颖有相似之处，她和她们一样走着一条又小又黑的路。有些可能性需要半衰期，有的付出一定要赌一把，也许就过去了。女演员面临一个独特的情况，近些年来，我们曾对85朵手牵手、木偶般的行为嗤之以鼻，抱怨他们堵车，一动不动地站着，羞辱他们，因为他们不争吵而激怒他们。他们有限的才能和选择导致了这一点，还有客观现实。现在女演员无法创作。海清表示，市场上女性问题更多，演员更受重视，但没有任何改变。凌乱的剧本迎合女性。当谈到职场和家庭中的女性时，想象力胜过现实。30而已是最近的热门歌曲，最后的话题趋势和流行度都逃不过如何鉴别绿茶的核心。我们的婚礼，一个写实的题材，意在探讨全职太太重返工作岗位，但营销和谈话的焦点是男主是讨厌还是女主是烦人。好的脚本是有限的，展示空间也是如此。古色古香的木偶可能是赵丽颖在美剧或虐恋中最好的一张牌。对于人均35加的85朵花来说，时间是个问题。花1年的时间创作一个可能没有回报的作品，就像赌博。海清胆子大，陈情令和山河令的爆款指南一直在起作用，只要击中观众的高潮和低谷，演技和剧情就可以后退一步。好书有限，时间追赶，市场推出好钱，赵丽颖一步步为难。她的姐姐避免批评赵丽颖，她的羞耻说明了女演员的困难不仅仅是资格。有限世界到场是一项长期的考试。不过，她的姐姐有期望，希望看到赵丽颖在作品中表达出更加独立、多元的女性价值观，获得更大的创作话语权。隐于尘土展现了海清超越国民媳妇的观点。杨紫琼60岁刚成为立体女人。我希望赵丽颖有朝一日能打破这个玻璃天花板，就像一个新鲜的女性突破一样。这说明赵丽颖，女士们，你我都可以。既然赵丽颖的努力还不够，那我一定要多考虑女性创作者或者普通女性。她们并非不可靠或缺乏梦想和抱负，存在太多客观障碍，她们只能独自旅行，忍受苦难，穿越山海，到达更自由的彼岸。许多有权势的女性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